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好久不见的鉴定卡影片喽！欢迎回到卡牌情报局，我是 James 啊。真的是好久没做鉴定卡相关的主题了。不知道2023年大家心爱的卡片都送到哪些或者是哪个鉴定公司去做鉴定了呢？今天的影片就要来带大家回顾一下2023年鉴定卡市场的最大强豪。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影片，做什么嘞？就是把你心里面鉴定公司的前4强列一下，顺便排一下名次，看看跟我们接下来影片公布给大家的结果有没有一样吧。话不多说，我们影片开始喽！首先，我们要先回答大家一个问题：鉴定卡市场在2023年究竟是成长还是衰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再前一年，也就是我们的2022年。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前4强的鉴定卡公司，他们总鉴定量一共有超过1500万张的卡片量那这1500万张的卡片量呢，其中有950万张都是我们的球员卡啦。那950万张里面呢，最多的其实是以 NBA 为主的篮球卡片，大概有300万张左右。但大家会想到950万张跟1500万张听起来好像对不起来，中间有这么一大块都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这400万张就是我们的卡牌游戏 TCG。而且这个卡牌游戏不只是数量多400万张，比我们的 NBA 就是篮球卡还要多。而且这一个品项在整个鉴定卡市场里面的成长趋势可以说相当的明显。讲完了2022年，那么2023年的状况又怎么样呢？上股神啦！2023年前4强的这个鉴定公司总鉴定量大概有1700万张多那么多比2022年的时候呢还成长了19%。说起来接近20%的这个成长，不管放在哪一个产业哪一个公司都是很不错的成绩。不过在这样的荣景之下，2023年的鉴定卡市场可是跟前一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哦。首先，球员卡的鉴定量其实并没有增加，反而是从2022年的950万张减少到2023年的只剩不到900万张了。但是另外一边呢 ，TCG 也就是我们最爱的卡牌游戏，则大幅增加到超过800万张的鉴定量，整个1年的时间直接是猛爆成长71%我猜各位你是不是也贡献了不少其实这样的状况也不难想象啦，毕竟球员卡当初会走红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的事情。疫情一结束，大家开始有更多娱乐，然后整个市场呢也比较冷却了之后，鉴定量当然就会大跌。但是呢，回到我们的 TCG 卡牌游戏圈，在2023年呢，则是有2件很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宝可梦卡牌的走红，如果有关注我们频道的人都知道，2023年可以说是日文版宝可梦卡牌光辉的一年，也可以说是被炒作的一年啦。不管是奇数或者是莉莉爱，只要有鉴定有高分的，其实都可以卖到蛮高的价钱。所以呢，当然也就带动了鉴定量的成长。再来是航海王在2023年下半年的走红，不过呢，跟宝可梦卡牌呢这个以日文版为尊的状态不太一样航海王可以说是从英文版开始红起，再带动整个日文版的航海王也一起上涨。而宝可梦跟航海王这2个游戏单卡的暴涨影响的其实不只是他们的玩家而已，更准确的说是影响整个卡牌游戏圈的玩家对于卡片买卖炒作甚至是鉴定的看法。自然在这样的状况下，想要鉴定或者是认识鉴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重头戏来了，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宣布鉴定市场2023年的前4强名单了大家赶快把一开始排的那个名次拿出来，看看你们有没有猜对吧？第4名 BGS， 2023年的总鉴定量为77万2000张卡片。BGS 的全名是 Becky Grading Services， 也就是 Becky 评级服务的意思。说到这家公司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最早是做杂志起家的如果是大概40岁左右，在学生时代有收集球员卡的人，应该都会看过 Becky 的卡家书。后来他们开始了卡片的鉴定评级服务之后曾经长期占据卡片鉴定第2名的地位。不过近年来的形势大衰就是了。第3名 SGC， 2023年总鉴定量为120万张卡片。SGC 成立于1998年，不过正式进入主流市场也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外形和一般透明的鉴定外壳不同。SGC 的底色是黑色的，有种浓浓的神秘感，而且它的标签也蛮特别，字体特别粗，鉴定分数的字形也超大，看起来就是跟其他鉴定公司长得不太一样。第2名 CGC， 2023年的总鉴定量是170万张卡片。CGC 成立于2000年，全名是 Certified Guarantee Company， 中文是认证保证公司。CGC 成立的时候提供的是漫画书的鉴定服务，靠着这个漫画鉴定打出名号之后，CGC 也开始做杂志、游戏，甚至卡牌类的鉴定服务。
这2年在卡牌游戏的这个推波助澜之下，把 CGC 整个业务又往上推了一个层级。第1名不意外就是 PSA 啦。2023年总鉴定量是1350万张卡片哦。PSA 是 Professional Sports Authenticator 的缩写，中文就是职业运动认证者的意思。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 ，PSA 是目前最受收藏家欢迎的鉴定品牌，没有之一。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鉴定市场2023年的4强名单，大家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对呢？其实纵观整个鉴定卡市场在2023年的状况，还是 PSA 一家独大的状态啦。那 BGS 呢，其实就是4家里面最差的，不管是总鉴定量或者是成长幅度，其实都是在一个蛮糟糕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4家公司在 TCG 和非球员卡类别里的表现。首先是获益于整体 TCG 市场的成长4家其实在这个品类当中的表现都比2022年来得好得多。再来，虽然是同样是 PSA 大幅领先，不过第2名的 CGC 跟第1名，可就没差那么多了哦。双方的差距在刚刚全年总量上是大概是8倍的差距，不过在 TCG 上面则只有4倍多的差距。不知道 PSA 有没有听到 CGC 慢慢在后面追赶的脚步声了嘞？如果你也有在送鉴定的话，你可能会跟朋友或者是卡店里面的人聊到一个主题通常就是说，PSA 最近是不是这个标准又变严啦？BGS 是不是有在控分啊？它的10分是不是有在控数量啊？这类对于这个鉴定标准的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数据来跟大家看一看这4家鉴定公司呢，他们在鉴定标准上的严格度如何。大家看到这张表是 Gem Rate， 也就是 Gem 完美品项占所有鉴定量的比例。至于完美品项，每间公司其实有不同的定义啦。以 PSA 来说是 PSA 10分 ，BGS 的话呢，只要 BGS 9.5以上就算了SGC 呢是 SGC 10分和 Pristine 10分 ，CGC 的话则是 CGC 10分、Pristine 10分，还有 Perfect 10分3种。不过，因为各家鉴定公司认定的这个 Gem 的标准其实各家公司彼此之间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呢，实际上接下来要看的这些数字，大家当个参考就好。举个例 ，BGS 认定的 Gem 只要9.5分以上就可以。可是只要送过的人就知道，同样是 Gem，BGS 9.5分跟 CGC 10甚至 PSA 10的难度比起来可以说都要简单一点。所以 BGS 以60%的这个完美品项率成为4强当中的榜首，其实就不奇怪了在这里，我发现比较有趣的是TCG 要拿到 PSA 10的比例，居然要超过1半呢！开个玩笑，除了卡片游戏看起来出奇伤的情况比球员卡轻微以外，PSA 会不会也是因为特别想吃下 TCG 这块市场，所以对卡片游戏的这个鉴定标准比较慈悲嘞？好了，今天的影片呢，就带大家简单回顾了一下2023年我们的鉴定卡市场状况。怎么样？跟大家想象的有没有一点不一样啊？如果有不一样的话，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要是大家对其他的鉴定卡主题跟影片有什么兴趣想要看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搞不好你就是我们下一支影片的灵感女神哦。我是 Jim 长，我们下支影片见啦，拜拜。